我最近疯狂迷上了手撕牛肉干，尤其是看电视剧的时候，要不嚼两块感觉浑身不得劲儿。但外面买的还怕猪肉或者鸭肉做的，所以我苦心研究了一个配方，然后订了4个牛腿，打算自己在家做的。这个牛肉干呀，吃着是真好吃，但做起来是真麻烦。光切肉我们就干了1天，那切完之后感觉右边这半拉身子都是麻的。这4个牛腿正好切出来200斤瘦肉，我现在特别好奇它最后会成多少牛肉干。然后这些肉在抓完料之后，最好放到一个浅一点的容器里腌制，但能装这么多肉的容器实在不好买，所以我在家里找了一圈之后，我把浴缸拆了。用浴缸腌肉属于是既合理又实用，我们甚至还给它改成那个双拼缸，然后腌了1宿之后，这肉就可以烘干了。但以家里这烘干机的速度来说，除非买100台，要不最快也得正月15才能吃。后来看最近天不错，就决定风干了，正好可以用蒙古包的架子晾肉。但是这一下子就陡增了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就是串肉。我们还没从切肉的局麻中缓过来呢，这一下直接要干成全麻了。我后来都累得有点分不清白天黑夜了，就我明明记着我们是中午开始干的这活，但后来干到最后一待的时候，外面天都亮了。这些肉我们一共风干了7天，等它干得像个树枝似的，就可以拿回家蒸熟了。这牛肉干蒸完就已经非常非常香了。据说正宗的草原做法要用牛粪子烘烤一下，会让它有独特的香味。但我们这个牛这2天可能消化不太好，它下的玩意儿实在太鲜亮了，根本用不了。我一点不扒瞎，我俩要把这玩意儿搬家去啊，我们全小区房价起码都得跌2000。后来我放弃了这个尝试，买了点果木炭改成炭烤了。这牛肉干往炉子上一放，那香味挠一下就上来了，然后趁热撕开了一块，这牛肉丝状态看着可太满足了。而且风干牛肉干是越嚼越香，这真的比我之前用油炸烤箱做的要好吃很多。等都烤完了之后，我还上秤量了一下，一共是70斤的牛肉干，我是41斤买的牛肉，算下来这个牛肉干的成本是114块钱1斤。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牛肉干都塑封处理了，我估计等我吃完这些牛肉干呀，我这腮帮子会成为我全身上下肌肉含量最高的地方。我最近特别馋川菜里的那个麻辣牛肉干，但是外面卖的总觉得口味差了那么一点，所以前2天趁着养羊的时候，我研究了一个特别好吃的配方，然后今天买了4个牛后腿，打算都做出来承包一下朋友们过年聚会的小零食。正好我也想看看这纯牛肉的肉干做完合成本是多少钱1斤，但是这么多肉做起来实在太麻烦了，光切肉和焯肉我们连轴干了36个小时没合眼，那干完之后心都突突，我们都吃上速效救心丸了。不过想想也够神奇的了，这1年我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把治愈系的美食博主活生生的干成了高危行业。后来稍微缓了一下，我们就开始炸料油了，这油炸肉才香呢。然后油做的多，我还顺便炸了1盆辣椒油和1盆青花椒油。这2盆油在最后拌肉的时候，会让肉干的香味和颜色更均匀，特别是这红彤彤的辣椒油，那炸完之后全楼道都是香味。然后做这个肉干需要用到特别多的辣椒，我们甚至还提前测评了一下，结果赶上了一家变态辣的，那吃完辣的胃直疼。不过好在家里常备了新3九胃泰，熬夜或者吃辣刺激胃难受的时候，有它一点都不慌。然后我研究了一下，最好吃的做法是先卤后炸，所以提前2天我就熬了一大锅卤水，并且在不同的时间段加不同辣度的辣椒，这样可以让香辣味更丰富，但同时也会让鼻子更通畅。就那一晚上打的喷嚏都赶我一冬天打的多了，我后来差点没因为打喷嚏把腰闪了。这些肉在卤完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但是为了让它更入味，就用泡了1宿。等泡完了还需要再炸，炸完了还需要再调味。就这东西好吃是好吃，但做起来真的很麻烦。而且我之前试了一下，最后炒的时候要用猛火爆炒才能让这个香味最极致。但是这么炒家里的火根本不够硬，就临时又搭了一个饭店用的那种灶台。这灶一使上，那烟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但是下一秒屋里就瓦蓝了，门窗全开着都没有用。就后来我上个厕所，我发现那都有股油烟味，我真是服了我。后来就用这灶，我跟我哥轮着炒了1天，那到晚上感觉手都回不了弯了。不过这个肉干吃着真的是特别好吃，因为它用大火炸过，所以外皮是焦脆的，但里边肉是嫩的，吃起来会有很多汁水，而且因为裹了花生和芝麻，那嚼起来越嚼越香。这回我一共做了2个味的，麻辣的是香辣咸，藤椒的是麻辣甜，都特别好吃。然后我算了一下，这玩意成本大概是70块钱1斤。后来我们把这些肉都分了，就这一桌子肉别看多，我敢保证出不了正月就得没。这晚上饿了开一袋，再配上1杯冰可，然后吃完了之后再嗦了嗦手指头，你说那谁能忍住不去开第2袋啊？
我最近特别愿意吃那种小包装的灯影牛肉丝，但是我研究了一下，市面上得有95%以上的产品其实用的都是大豆拉丝蛋白，所以我去买了2个牛后腿，我打算看看这纯牛肉做的和那老豆干吃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顺便也算算这纯肉的做完成本是多少钱一斤。不过在做这个牛肉丝之前，我们需要先熬出一大锅卤汤，这汤越香，那牛肉嚼的就越有滋味。这锅汤在炖完牛肉之后，比之前卤猪蹄剩的那锅汤还香。那锅我之前就给留着当老汤了，现在这锅我也想留着当老汤，所以我们安排了一波老汤见老汤，这回估计是得吃到地老天荒了。这些牛肉在卤泡了1宿之后就已经特别入味了，然后就是做这灯影牛肉丝最麻烦的事儿了，就是怎么把这些牛肉撕成丝儿。我们试了好多工具，相对好用的是这个撕丝神器，但它也就是个半自助的半自助机器，因为牛肉比较硬，它只能先把块状打散，然后需要人工先把它的筋撕开，再撕成细丝儿。我们在这整整扒了13个小时，从早晨兴高采烈的开始干到晚上都没劲儿哭了，干到凌晨的时候算彻底绝望了，那给我价值观都干崩溃了。就有那么一瞬间，我一度认为大豆组织蛋白是一项很伟大的发明，太荒谬了。这些肉扒完丝儿，算是彻底给我们累麻了。然后这些牛肉丝儿要大火给它炸到脱水，为了能更好吃，我还一起炸了4盆料油。后来我算了一下，那200斤肉卤完炸完就剩下60多斤了，但是炸肉炸油却一共用了100斤油。要不怎么说这玩意儿吃着香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油比肉多。最后要把这些牛肉丝大火爆炒烹出锅气，出锅之前再多撒点芝麻。现在它的口味是甜麻辣香，一口直接入魂，而且得益于我们撕那玩意儿实在不太均匀，这里边的细丝入口化渣特别酥脆，那粗的也是油汪汪的，吃起来很多汁水。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外面卖的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就是它不只有料香，还有越嚼越香的肉香。然后我算了一下，这纯肉的做完了合成本是60多块钱一斤。这牛肉丝现在吃着就一个问题，就是它太费酒了，平均每100克的耗酒量在5到8瓶之间。我估计等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完呢，我家楼下卖酒那小子也该琢磨换车了。我最近天天热的吃不进去饭，看啥都没什么食欲，所以我买了300斤辣椒和200斤牛肉，我打算做点下饭的烧焦牛肉酱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为了能吃得爽，肉我买的都是带点雪花牛肋，但就是切丁这活强度有点大，我们切肉这一步居然干了10来个小时，这一天光磨刀就磨了30多回。不过后来烧辣椒的时候还挺满足的，因为这辣椒经过炭烤之后真的特别香，就这味儿已经香到了什么程度呢？就这么说吧，如果不考虑物种的话，我愿意和他结婚。但是后来雷辣椒的时候可太致命了，因为我原本买了一个超大雷体，寻思能干得快点，结果我俩取快递的时候走道卡了，给那玩意儿摔稀碎，后来就只能用这种普通的蒜捣子雷辣椒。我的妈，这小玩意锤300斤辣椒，整整干了1宿嘛，好像每一下都在那敲功德呢。而且因为雷的太卖力了，给石棒都磨没了。我当时犹豫了一下，这碗辣椒还能不能要了？但后来我转念一想，辣椒一窜，石灰拔干，那这俩玩意儿一起吃好像也没什么毛病。当然吃完巧克力就准备猛干了，但这时候又有个新问题，就是家里这锅炒肉是既炒不下又特别粘，所以为了能加快效率，我火速去订了一个直径1.4米的大铁锅。这锅买回来都绝门了，刷它必须得进锅里刷，而且家里没有任何一样厨具能炒得开这锅里的东西，所以经过我缜密的思考之后，我去买了把铁锹回来炒肉。但是该说不说啊，这铁锅配铁锹炒完的肉是真香啊！最后把炒好的牛肉、捣好的辣椒，还有那些七七八八的调料都放到这大锅里，再拿热油这么一激，我的妈呀！就现在这个酱，要是拌点米饭或者蘸个馒头吃，都香到头了。最绝的是，这里现在还有一股淡淡的烟熏香味，你说这你受得了吗？这个，但是唯一不足的是，这个酱肉太多了，吃2口就容易吃饱了，而且它现在也不配叫烧焦牛肉酱了。要是严谨的按照配料表含量来取名的话，牛肉这俩字得放到前头了。